家找餐厅是不是都会先看 Google 评论呢？看到上千则好评，就会默默把它列入必吃清单。但这些评论到底准不准？这次就由芊芊化身为万万来帮大家确认。我们一起吃下去。嘿，我芊芊呐，爱记起赞、搁起订阅，是煞介绍给你所有的朋友哦。大家好，我是美食水芊芊，我现在人呢正在新北市政府，看这根竹笋就知道了。不知道大家看 Google 评论的时候，看到1000则评论，然后又是4颗星以上的时候，是不是非常的好奇它究竟味道是怎么样？所以呢，我们今天就特别挑选了新北市4家精选，全部都是1000则评论以上的。4颗星以上的，是不是非常好奇？而且有好几间店都非常的难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它是不是千真万确的好吃。千真万确适合这系列吧？为什么要叫千则万确呢？因为我每次跟人家介绍说我叫芊芊的时候，一定10个人里面会有8个人对着我说：“哎呀，那我就是万万的。”我周边一大堆，连有土博好友都这样回过我，自己在下面留言承认一下。我们首先第一间呢，就是这间6000多个评论、4.2颗星的6必居。然后我点的呢是他们很有名的鲍鱼粥，然后呢还另外点了就是刚刚有请店员跟我们推荐的脆皮肥肠跟金沙豆腐来试试看。之前一直很想要吃这一间。来，我们直接，广角漂亮多了。鲍鱼粥里面料其实很多，它有贡丸、墨鱼丸，有虾子，还有干贝柱。吃吃看这个。它看起来是那种米饭煮到有点糊糊的，可是没有完全就是像那种看不到米饭的形状。哇，很鲜呢，很像那种你在海产店点那种笋丝的海鲜汤，可是呢，它把它变成粥之外，变成粥你是不是会觉得比较淡？没有，它就是浓郁再浓郁。我本来在想说鲍鱼粥的味道会不会鲜味不够，但因为它里面放了很多虾子，又有很多干贝柱，然后又有墨鱼丸跟各种的海鲜的配料，所以它鲜味其实非常的十足。但我觉得它加点胡椒粉，感觉应该更棒。哇，好好吃！我来吃看它推荐的肥肠，而且它的肥肠是大肠头耶，这点我就是先给它200分。你知道大肠头它不是油脂就是比较肥厚嘛？一入口那个油脂感觉整个炸在你的嘴巴里面，在你嘴巴边咬它就蒸蒸日上，而且它不会轮，脆的刚刚好，然后油脂也流的刚刚好。我们吃一下脆莲，有锅气，难怪会很多人推荐。然后其他的调味我觉得是真的，它就是蛮香的。我来试试这个金沙豆腐。抓感有出来，然后很嫩又不会过干，它也不会太死咸，但这稍微小挑一点，就觉得油感有点重，但我觉得不错。而且它热炒菜其实也不会到太咸，所以其实年轻老少，连少年人跟是大人拢就适合的，嘿。真的有哎，我是不是哎我？就搞很浓的鲜味，它就会多了那种胡椒那种有点刺激的辛香料的味道，我觉得有那种提鲜的感觉。你是2碗，然后你是几碗？3碗，再加上我吃的，已经突破他说的那个我觉得他写的很好，因为你这样吃一吃就会有小惊喜的感觉，就其实比想象中多。这间呢，除了鲍鱼粥之外，还有红鲟粥，是网络上 Google 评价最多人提到的2款，所以我觉得大家有兴趣可以来吃吃看。然后除了粥之外呢，我还蛮推荐大家也点金沙豆腐，因为我觉得金沙豆腐很好吃，然后脆皮肥肠也很好吃，不过它的葱就稍微有点可惜，不过整体而言我觉得还是不错。我们刚刚呢，店员非常的可爱，我就问他们说，如果他们店里面只能推1款粥的话，他们会推荐什么粥？最高票就是土鸡粥跟红鲟粥，所以大家来的话可以试试看这2个粥，而且这里的店员很可爱，我很喜欢。下一站三重，接下来我们吃完6必居，要前往下一站，就是3重的超级大名店。它叫做北港江记荣门生炒阿肉羹，
它呢 Google 评分数是6900，4.3颗星，真的是超级热门店。而且非用餐时间呢，听说就是客人也是络绎不绝。那究竟这间味道是怎么样呢？我们就一起来开箱。谢谢。我跟大家说，它这里真的别有洞天，因为我刚刚在想说，他们就是内用点餐，要先点餐才能找位置，我就有点担心说，可是它看起来已经没有什么位置了，结果没有，走进来之后别有洞天，后面还有一间，然后位置还很多。然后我点的这个是它的生炒鸭肉羹，身为一个新港鸭肉羹达人，嘉义生炒鸭肉羹达人，就是几乎每一次去嘉义一定会天天吃的，我就来会这个。我们先来撒一下辣粉，哎呀。它的鸭肉羹的鸭肉量很多，不过它颜色其实蛮清的。新港的鸭肉羹跟嘉义的鸭肉羹会比较再咖啡色一点，颜色再重一点。哇，路线完全不一样。汤头啊，吃起来没那么稠，稍微再轻一点点。它有那个鸭肉羹的甜味，还有那个笋丝的香味，可是重点是它的姜味超重。不过它鸭肉稍微有一点点干，那我觉得冬天来一口还是挺赞的。不过它的辣粉跟我想的那种辣粉也有点不太一样，因为嘉义的鸭肉羹跟新港的鸭肉羹辣粉是属于没有到那么辣的，那我就比较以香气为主，然后提一点点咸味。它这个是真的有辣感的，蛮喜欢的。蛮喜欢的吗？因为我喜欢姜。有可能。我也是酸盘，很想再咬一匙酸下去。我倒一点点乌醋下去啊，看一下感觉怎么样。我觉得可以加一点乌醋，我觉得味道会比较有深度。我不知道料蛮多的，那一碗多少？80。以台北物价好像还 OK。然后我要特别讲一下这间的店员，我觉得人很好，他们就是还有额外就是会帮我们注一些小地方，我觉得真的很好。我这次会解锁我很多本来存在 Google 上面的名单，我觉得蛮开心的。哇，好辣！我来帮你吃吧。我通常吃鸭肉羹啊，我最喜欢点的是鸭肉羹饭，淀粉跟淀粉之间的撞击。虽然面条还是淀粉，但那个感觉不一样。我刚刚先发现动跟大家说我今天拍了什么，结果就有人丢讯息跟我说是哪一间，我就果然追踪我的人都是老饕。而且我有时候发现动，我什么字都没打，但我老观众就什么都懂了。有点红掉了。对啊，我现在哦。额头这里，这个红掉的，我吃完6必居，汗流浃背到一个不行。然后刚走开觉得好像有点凉，结果现在又开始汗流浃背。吃完了，整体而言呢，我觉得少了一点点那种炒的香气，然后它是属于姜味比较重，然后汤头比较没有那么浓稠的那种类型。我觉得它其实吃起来是蛮清爽、蛮顺口的，不过跟我平常习惯的新港鸭肉跟那种比较偏甜、酸味比较重的感觉有点不太一样，所以对我来说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体验。我觉得有点南北口味的差别，所以我还是蛮推荐大家有兴趣可以来试试看的。我们接下来这间呢是山东小馆，它是新店开了近50年的老店，然后是江浙菜跟酸菜白肉锅的结合。而且这间店呢，我们打了好几通才终于订到。平常如果要直接 walk in 是很难的，我们就来试试看它味道究竟是如何吧。首先呢，要先来吃葱烧鲫鱼。为什么要先吃这个呢？这个是刚刚店员极力推荐的，听到难得限量的时候，你就会忍不住说好我要。而且它蛋超多，你看这蛋超大一颗哎，还蛮好吃的。它入口的时候有那个焦香，然后吃的时候一定要配上它旁边的这种葱，因为配上它的葱的时候，那个干香它就有一种加层次上去的感觉。谢谢。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酸白菜锅还没上，可是我们现在桌子前面长这样，怎么这么多？没熟跟那就嘴狼来借啊！我现在吃虾松，我只要看到虾松都会特别想要点来吃吃看。哇，这看起来不得了！谢谢。哇，我觉得我点太多了，怎么办？虾松是属于比较原汁原味的那种类型，然后里面有荸荠跟那个油条，咬的时候口感很够，可是你不会觉得吃起来很复杂，就是很食材原始的鲜味，是我喜欢的类型。
然后接下来这个是菜心，我来试一下味道。这里面还有豆干呢，豆干、花生，然后菜心跟盐水。它吃起来啊很酸，因为它油可能放蛮多，所以那种油香带这种酸感。那因为那油感比较重，它就包住了那个酸，吃起来超级清爽爽脆的。接下来是合菜玳瑁，他们说来这间店一定要吃的其中一样江浙菜就是这个，热腾腾，热腾腾。很好吃哦哟！我觉得它的蛋非常的加分，是因为它的蛋感觉是油煎，油感比较稍微重一点点，然后它下面是属于比较偏咸一点点，合在一起那个蛋就综合了那个咸味，你就吃起来就非常的爽脆，而且它的蔬菜量非常的多，所以你咬的时候呢就不会觉得好像没什么口感，因为就很多蔬菜。白斩鸡，哇，这个，哇。那白斩鸡还不错，有一点点有口感的那一种，可是感觉是那只鸡很会跑步那种放山鸡的那种扎实的口感，然后肉算是蛮甜的。它的冻啊，虽然不是很大片的冻，可是因为有一些很大片的冻会有点车味，它这个就是刚刚好的那种类型。对嘛？我刚刚忘记它了，真的就对了。鸡的甜跟油脂味，再配上酱油，有点辣椒感，哎呦，完美！这是四季豆蒸饺，这个原本不在我点的菜单里面，但是呢，因为我看留言真的太多人推荐了，所以我就很想要试试看。它皮超好吃的，它皮是那种很 Q 弹的，咬下去就有点像你在吃手工面条一样会弹回来的。然后这个啊，酱料不要沾太多，因为它里面四季豆是属于那种食材本身那种清甜味，带一点点肉的香味，所以你如果沾太多，它会有点盖住它的味道。它这个跟虾松要同时间吃，这也不错。哇！我们的酸白菜锅好多海鲜，他有特别说海鲜要先捞起来才不会老掉。它有螃蟹，有虾子，然后很多的鹅啊跟蛤蟆。先涮肉，那我拿我的碗。哇！哇，这天气喝太爽了！我跟大家说，够酸，而且它的酸没有化学感，酸到你的整个会微笑的时候呢，它又给你圆回来。哇，这个汤好好喝。真喜欢。这个豆腐乳也很好吃哎。它的肉啊是有带皮跟带骨的，吃下去又没有车味，然后配上这个豆腐乳的味道刚刚好。我觉得要有顺序，这个要先吃，再吃这个，再吃这个，再吃这个。你们目前最喜欢哪一个？大家都投虾松，我也投虾松，对不对？这汤超好喝的，它很像那一种初恋的感觉，你知道吗？我觉得它1080的锅啊，其实料真的还蛮实在，里面有很多海鲜，然后肉给的也很多，而且它的料啊，连这种丸子都很好吃。因为其实我刚刚对这腌，我整个看起来像仙女哦。这个腌就不是这个腌，这丸子啊，我刚看它觉得有点干，但它吃起来其实还蛮香的。我们又有一盘鲜鱼的蒸饺，他说里面是用鳕鱼做的，然后一定要趁热吃。哇，比刚刚的四季豆更好吃哎！它的那个鱼啊超甜的，然后再配上那个葱，提升它那个鲜味。哇，怎么会大家只有写四季豆没有写它？你们现在立刻夹一个吃吃看，很好吃嘛？它咬一汁超多，然后又甜。这间山东小馆整体吃起来我们都还蛮喜欢的。然后呢，我会推荐大家如果来的话，可以点一看它的虾松、白斩鸡跟它的菜心，其实我觉得也蛮好吃的。四季豆跟那个鳕鱼蒸饺这两个，大家有兴趣都可以试试看，因为我们一致都对于这两个蒸饺都觉得不错，而且我觉得它的蒸饺皮非常的好吃，是那种 Q 弹，有点像手工面条那种口感，我自己还蛮喜欢的。然后酸白菜呢，酸的非常的够劲够味，尾端会回甘，不会让你觉得非常的死酸，所以我觉得大家有兴趣都可以来试试看，推。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吃非常多有土博跟艺人推荐的赖冈山羊肉。哇，人好多，赖冈山。
不愧是很多 YouTuber 跟艺人推荐的赖冈山羊肉，人真的非常的多。等餐点上来大概等了10分钟左右，我们点了卤肉饭跟带皮羊肉汤。卤肉饭吃进去的时候，肥肉非常的入味，而且它肥肉口感煮得超好，一入口就软化掉了。不过它是属于酱味比较重的卤肉饭，我其实还蛮建议大家可以加点它的卤蛋，把蛋黄拉进去，我觉得会更香，微微的黏嘴唇，然后白饭煮得还不错。带皮羊肉汤，汤头浓郁但不油腻，很好喝。羊肉带皮的地方口感很好，但是不带皮的地方就是我稍微有一点干，但汤头很赞，所以我可以接受。非常的适合天冷的时候来个一碗，赞赞赞！整体而言呢，我比较喜欢汤大过于卤肉饭，不过就是2种，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试试看，因为都蛮受欢迎的。吃完了，我们现在回到家。我们今天的千则评论，今天的千则万劝，由万万来替大家试试看，千则评论以上的店家4颗星以上究竟好不好吃？4间吃下来呢，我自己最喜欢的是6BG的粥，哇，那个味道真的厚实到一个不行，而且呢，它厚到你知道我不是有打包回家吗？我刚刚呢把它跟饭加在一起吃，也很好吃。然后我觉得最好的点法，因为我们今天是3个人去嘛，我觉得最好的点法，我觉得如果你们有4个人的话，你们可以点2人锅，然后点2种不同的口味，然后再来的话，第2间我个人会蛮推，糟糕。山东小馆，我觉得山东小馆以价位上来说，然后又是合菜形式来说，我觉得它整体的味道都还不错。主要原因是因为它的用料，就是你吃得出来它用料其实还蛮实在，调味也不会到过重。我觉得搭配那个酸菜白肉锅，整体而言刚刚好。不过我觉得唯一有点小可惜是，我觉得酸菜白肉锅里面的料都比较普通一点点，但是就是汤头我觉得还蛮不错的。然后另外2间的话，它各有拥护者，所以我觉得大家有兴趣也都可以去吃吃看。如果大家有其他推荐的千则评论，需要千则万确万万来替大家踩的话，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说。但是呢，就仅是个人口味的经验参考，下次千则万确万万要去哪一个县市来替大家踩一点千则评论呢？我们下次见。而且我在网络上看到有人打说600多通才终于定位成功，我们打几通？2通，2通600通的在下面留言，我们比较厉害。